我们真的很绝望，也很挣扎。我们担心该如何照顾孩子。每个父母担心的都是，当父母两个人都生病了，没有人可以照顾孩子的。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今天咱们继续分享现今的疫情。咱们曾经讲过第4波疫情，说这是阿比亚所讲的第2大波疫情的体现。近期各大媒体报道的国外疫情恶化，使得疫苗和病毒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就像咱们宇宙大一统公式所讲的，没有疫苗的病毒是孤独的，而刻舟求剑的疫苗是值得深思的。咱们看下现状。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 1.36 亿人感染，295万人被夺去了生命。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感染数据在上升，欧洲在上升，东南亚在上升。从国家队的角度看，现在印度的疫情的增长趋势极为明显，而且可怕。其次是巴西、德国、波兰都非常的不容乐观，包括美国的后花园加拿大近期也是疫情严峻。在美国疫情肆虐和暴乱不断的现状当中，加拿大曾经表现得独善其身，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近期的一则消息打破了平静，美国的 CDC 发表评论称，不要到加拿大去，尽管打了疫苗也不要去。这是神马情况？原来近期的变种病毒在加拿大肆虐，有人称加拿大成为危险的变种的病毒培养皿。目前加拿大各地已经报告了超过 1.5 万例更容易传播且更具有致命性的变种病例，其中 90% 是英国变种。比英国变种更为恐怖的是巴西变种，也在 BC 省呈现海啸之势。不到2周已经发现约1000人的案例，这一数字是全美巴西变种的总数的3倍。3款变毒的混合拳将加拿大打得昏头转向。加拿大传染病专家 Zen Chagla 感慨说，没有哪个国家经历着像加拿大一样的困境。加拿大成了全球同时出现3种不同的主要变种病毒并引发第4波的国家之一。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尤其关注巴西病毒，他说，这种病毒能够逃避免疫反应，而且这种变异能威胁疫苗的有效性。这一点咱们在宇宙大一统理论当中有过详细的分析和讲解。现在非常坏的情况是反复感染冲击年轻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加新网有报道称 ICU 被20到50岁的年轻人塞满的惨状。安省一家医院的 ICU 医生 Michael Warner 表示，日前平均每 2.8 天就有一名50岁以下的病人在 ICU 去世。换句话说，仅在一家医院平均3天就有一个年轻人死在 ICU。 这是怎样的恐怖情景呢？而更恐怖的是，这一波病毒不但吞噬年轻人，幼童的感染率也在上升。有加拿大聚焦媒体采访在职的医护人员讲，现在的情况是变种病毒明显地占据了病人的多数，而且数量在增加，更加的年轻化，也有出现了打过疫苗后被感染的情况。援引加新网的网上文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加拿大的妈妈今天讲述了全家4口染疫的故事。3岁的孩子从幼儿园感染病毒，传染了全家。才1岁的弟弟烧了5天，手指都变蓝了，被送入医院治疗。这个33岁的多伦多的妈妈 Aviva Daniela 至今心悸，太害怕了，太可怕了，绝对的令人恐怖。阿维瓦表示，孩子是在幼儿园所感染的新冠病毒，并在几天里出现了症状。很快，他们全家4口全部都确诊。3岁的老大症状稍微轻一点，有一点类似于感冒，但是1岁的小儿子却非常的严重，连着发烧5天，心跳加快，血压降低，不停的咳嗽，连手指都变蓝了。
他们赶紧将老二送到了病童医院。小小婴儿的手上被插上了针管、静脉输液，脚趾上夹着血氧检测器。当父母的看到这一幕，心痛又心急，这真是令人恐惧。这对才30多岁的年轻的父母为孩子操心着。事实上，他们自己的症状并不轻，只是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喘不过气来，有时候甚至只能跪地爬行。我们真的很绝望，也很挣扎。我们担心该如何照顾孩子。每个父母担心的都是，当父母2个人都生病了，没有人可以照顾孩子的。这是上面提到的医护人员也常遇到的情况，无论国内国外，如果全家生病，都是对家庭的巨大打击，凄凉凄惨之至。根据安省的数据，自疫情以来，该省的托儿所共出现了2000多例的儿童感染案例，仅仅过去的2周里就出现了500多例，而在前几天1天的时间里就增加了100多例。加拿大儿科的传染病顾问Fatty Kaka 他说，在这一波疫情里，孩子感染的病例比第1波、第2波都要多。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了。早期我们认为孩子们染疫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现在他们真的会感染，他们确实感染了，错过了遏制变种的最佳时机。现在各个国家所有的希望都压注在了疫苗上，也唯一有疫苗也许能够解救水深火热的人们。可是对于加拿大而言，可惜的是，疫苗接种战这一战加拿大输了，接种的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一波疫情的指数级的增长。根据《纽约时报》疫苗追踪报告，加拿大在新冠疫苗接种方面全球排行第39位。抗疫就如同一场变种病毒和疫苗之间的比赛，可惜变种赢了。日前，美国 CDC 都对其国民发出警告，不要去加拿大旅游，哪怕是接种了疫苗也不要去，加拿大变种太厉害了。英国牛津的阿斯利康前段时间被爆出现血栓，牛津疫苗血栓风波曾经导致欧洲多国紧急叫停。英国约有79人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了罕见的血栓，女性占多数，其中19人死亡。德国也有31人在接种之后得血栓9死，多数为中年女性。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PHAC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迄今为止国际上可获得的所有证据，加拿大卫生部继续认为牛津疫苗预防新冠的益处大于潜在的风险。已经都这样了，而这个部门还在讲益处大于风险，这可真是真实的谎言呐！如果益处大于风险，为啥欧洲包括亚洲多国叫停呢？眼看着人们出现了血栓，还在高呼益处大于风险，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放到了这个益处是谁受益了呢？是哪些人迁入到了这样的利益集团了呢？加拿大卫生部今天报告了首例接种强生疫苗后出现罕见的血凝块的病例，患者是魁北克的一名女性。疫苗如何能让人们省心点呢？这个3维世界的疫苗如何能够抓住病毒呢？这个72维度的病毒，它的变化就像是你在和影子搏斗，最终输掉的终归是实体成像的世界。上一集通过对大一统公式介绍了病毒的渊源，介绍了疫苗的宿命。没有看到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找到链接去看，链接会放在下方。我们也可能做一期宇宙大一统公式的合集，让想一气呵成的小伙伴们过把瘾。大家知道，印度神童阿比亚也是极其反对打疫苗的。他说，牛胎盘素、业力、祈祷，疫苗将会是一种毒素等等。终究，他想提醒人们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回归人性的善念与信仰。近期媒体有报道，有人在没有打疫苗前戴口罩、洗手、保持距离，然而打了疫苗后，全家却感染了病毒。这说明了什么？有人说，看看以色列，全民97%接种疫苗，现在都一切正常了。大家知道以色列打的是哪一种疫苗呢？当时的疫情，以色列是哪种病毒呢？而他们当时的隔离又是隔离了多长时间呢？如果他们遇到了现在的英国变种、
巴西变种，他们一样是束手无策的。好的，我们今天就飘到这里。疫情期间，祝愿大家平安。我们会继续的给大家播报疫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and joy。